最近，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 CES 2024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。作为全球最受瞩目的科技盛事 ，CES 不仅是各大科技企业展示最新科技成果的舞台，也被视为未来科技发展的风向标。今年的 CES 格外火热，吸引了超过4500家科技企业参展和13万观众参与。每一届 CES 都会涌现出众多黑科技产品，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。经历了去年的 AI 大爆发后，今年大家不约而同将主题放在了 AI 上，各种 AI 应用层出不穷，其中 AI 机器人也是今年 CES 的一大亮点。三星和 LG 就分别推出了自家的 AI 机器人，这些机器人将扮演家庭管家的角色，为我们呈现出未来家庭生活的场景。当然，还有眼下最火的人形机器人，吸引了微软 CEO 内德拉等业界大佬的关注。现在，咱们就来看看这些最新的 AI 机器人吧。家庭机器人一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伙伴，而在本次 CES 展会上，就有几款化身个人家庭管家的机器人。其中，三星最新推出的 Belly 机器人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它不仅是一个跟随你的小伙伴，也是一台创意无限的投影仪。Belly 是一款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家居助手，它的大小与保龄球相当，电池设计可持续2到3个小时。Belly 配备了一个空间激光雷达传感器，可以帮助它在房间导航并避开障碍物。同时配备2个镜头的1080p 投影仪，可用于投影电影、视频通话，甚至充当第2个电脑显示器。从功能来看，这个机器人管家不仅能够实现基本的自主导航和家庭巡逻监测，还能与用户家中的智能家居设备联动。比如，你可以通过它管理智能设备、控制宠物喂食器等。更有趣的是 ，Belly 还能和你互动，通过短信与你交流，向你报告当前正在做的事情。不过，三星目前并未透露 Belly 的发布时间以及售价等细节。与此同时 ，LG 也推出了一款 AI 管家机器人，它看起来就像一个超级可爱的小伙伴，身形圆润，头上有一双大眼睛，还戴着一副酷似耳机的耳朵，2条腿连接着超灵活的轮子。这个机器人不仅外形抢眼，更是被设计成集智能管家和伴侣于一身。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，使它不仅可以自主移动，还能够学习、理解并进行复杂的对话。同时，也可以连接各种家庭物联网设备，控制家电，并实时监测室内环境变化，还能够在家中巡逻，照顾宠物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辛苦工作一天回到家时，这款机器人会贴心地到门口迎接你，并通过分析你的脸部表情、声音等信息，了解你的情绪状态。如果发现你心情不佳，它还能播放音乐，让你瞬间释放压力，享受放松的时刻。这样的贴心 AI 管家机器人，是不是让你心动了呢？在 CES 2024上 ，Rectech Robots 的展台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展台之一。他们最新推出的食品和饮料自动化机器人 ADAM 不仅能够熟练地制作各种咖啡和饮料，而且还是一位会聊天的机器人咖啡师。通过接入了 ChatGPT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，在顾客等待期间，机器人还能与顾客聊天、讲笑话，甚至主动为一对情侣念上一首情诗。不少参观者都迫不及待想喝上一杯这个机器人做的咖啡。尽管 ADAM 的大白形象很让人着迷，但它的售价可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。实际上，它的价格相当于每天喝一杯咖啡的花费，足够喝100多年。不过，好在 ADAM 的主要市场并不是家庭，而是面向咖啡店和酒吧，专为服务行业而设计。它可以高效地接受订单，并制作各种饮料，从经典波霸奶茶和咖啡，到威士忌和鸡尾酒，它都无所不能。开普勒人形机器人首度亮相美国，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开展当天就吸引了微软 CEO 内德拉的关注。虽然这款人形机器人刚刚发布不久，但其研发已经历时3年，经过4个版本的迭代。目前，除了机器人主板等个别零部件采用国外技术外，开普勒的其余零部件均已经自主研发，实现了完全的国产化。这款人形机器人身高178厘米，体重85公斤，配备12个自由度的灵巧手，全身拥有40个自由度，并具备复杂地形行走、智能规避障碍、手部灵活操控、智能交互等多项能力。据开普勒介绍，其动力系统采用了与特斯拉 Optimus 相同的行星滚柱丝杠执行器和旋转型执行器技术路线。
在机器人的自由度、手部操控灵活度以及视觉感知识别等方面，都可以与 Optimus 媲美。开普勒计划在2024年下半年实现人形机器人量产，预计售价为2到3万美元。宇树科技在 CES 2024上展示了多款高性能机器人，其中包括消费级4足机器人 Go 2和工业级4足机器人 B2，以及通用人形机器人 H1，并在现场演示了他们的多项功能，例如友好的打招呼、比心、轻松的上下楼梯等。其通用人形机器人 H1 则展现了在行走时面对推踹干扰的出色表现。据宇树科技介绍 ，H1 更像是一款为开发者提供的基础硬件平台。通过简单的代码编写，开发者就可以调整或增加新功能，而售价则在几十万人民币以内。H1 的核心零部件包括4伏电机、减速器和控制器，均由宇树科技自主研发。此外 ，H1 还为手腕和手掌留有机械和电气接口，为开发者提供更多的扩展可能性。宇树科技的 B2 4足机器人则专为工业应用而设计，具有出色的性能，其奔跑速度可达6米每秒。最大跳远距离可达1.6米，是目前市面上已知最快的工业级4足机器人之一。B2 站立最大负载能力达到120公斤，行走有效负载超过40公斤。同时 ，B2 配备了多种传感器，包括3D 激光雷达和深度相机，使其能够在各种环境中安全高效地完成任务。这款机器人还具备全地形适应性，能够在湿滑或者极端地形中保持稳定移动。在本届 CES 上，法国机器人公司 Enchanted Tools 推出了2款可爱的人形机器人，它们分别是 Miroka 和 Miroka。这2款机器人采用半人半动物的形象设计，拥有独特的外形和生动的数字表情，其设计灵感来自皮克斯的动画角色。Miroka 和 Miroki 是一对服务机器人，主要应用于医院和酒店的配送以及物流任务。它们的功能几乎相同，但在外观上有所区别。Miroki 被设计成男孩的形象，而 Miroka 则被设计成女孩的形象。它们使用专门设计的手柄来抓取物品，抓取成功率在97%以上。在行走方面，它们配备了一个类似于地球仪的滚轮，可以快速灵活移动。借助 AI 技术，这些机器人能够理解人类自然语言指令。目前，他们已经在多个实验场地进行了测试，并计划于2024年在巴黎的 Bracco 老年护理医院进行首批试用。随着 ChatGPT 等大模型的兴起，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机器人发展的关键引擎。生成式 AI 在文本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泛化能力，使机器人不再受限于传统编程方式的限制，通过自然语言提示或文本构建应用程序，从而使机器人实现更智能的快速演进。英伟达在今年的 CES 特别演讲中，向我们展示了通过 GPU 加速的大型语言模型在推动机器人智能化方面的应用案例。包括波士顿动力、宇树科技、Sanctuary AI 等公司都采用了这一技术，为机器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智能水平。同时 ，Agility Robotics 和 NTT 也在将生成式 AI 融入到他们的机器人中，以帮助机器人能更好地理解文本或语音命令。同时，还介绍了英伟达 Isaac 平台在构建 AI 机器人方面的作用。通过2台计算机的协同工作，实现了 AI 模型的仿真、训练和实时运行。第1台计算机被称为人工智能工厂，通过使用英伟达的计算基础设施和 Omniverse 平台进行模拟和训练 AI 模型。第2台计算机代表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的运行，可以在云端、数据中心或机器人内部。也就是说，通过英伟达的 Isaac 和 Jetson 平台，可以为 AI 机器人的开发和部署提供更有力的支持，从而为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带来更大的便利。在今年的 CES 上 ，AI 成为了焦点，生成式 AI 的硬件产品也迅速崭露头角。而在这些产品中 ，Rabbit RE 绝对是今年最受瞩目的爆款 AI 硬件。它由华人初创团队 Rabbit 打造，这款智能硬件身形小巧，大小仅为 iPhone 的一半，正面搭载着一块2.88英寸的屏幕。RE 内置了由 Rabbit 公司自主开发的基于 AI 的系统 Rabbitos。与智能手机不同的是，用户无需繁琐的应用程序和登录步骤，只需简单提问，即可实现各种操作，比如查询、播音乐、打车、购物等等。与其掏出手机解锁、找到 App 打开再下单，不如直接让 Rabbit RE 帮你一步完成。
这款 AI 硬件与 Siri 和 Alexa 等纯语音 AI 助手不同，它采用了大型语言动作模型 LAM， 这使得2.1在理论上能够执行用户提出的各种任务，有望成为改变人机交互的下一代智能设备。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， CES 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科技盛宴，这里囊括了所有科技领域的无限创新，无论你对未来科技有着怎样的期待，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。然而，尽管 CES 覆盖了众多科技领域，但实际参展的机器人并不多。像波士顿动力、特斯拉以及 Agility Robotics 等美国本土公司的机器人都没有亮相。但令人兴奋的是，从今年的 CES 上可以看到 ，AI 已经无处不在，整个展会仿佛被新一轮生成式 AI 所包裹。AI 浪潮正在以各种方式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可以预见，生成式 AI 将进一步应用于各个领域，特别在机器人技术方面，将推动机器人的智能化加速，引领机器人进入更为强大的具身智能时代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，未来科技也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改变。